今天美联储如期降息25个基点，并确定今年还有2次降息。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一点，但又有多少人真正阅读过美联储议息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摘要呢？朋友们，这份文件本质上就是美联储的剧本，它告诉我们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对于经济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以及最重要的利率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对于任何投资者、交易者或者是仅仅想了解未来经济走向的朋友来说都至关重要。而对于我们这些交易黄金和白银的朋友来说，这份报告就像一张藏宝图。今天我将带您一页一页、一个图表一个图表的深入剖析这份报告，让你清楚地知道该期待什么以及如何布局你的交易。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第一页的引言部分，它为整份报告定下了基调。这份报告发布于2025年9月17日，内容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也就是那个决定利率的委员会会议成员的经济预测。它预测了从2025年到2028年以及更长远的 GDP、失业率和通胀。这里的关键词是对适当的货币政策的评估。简单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预测，而是他们认为在实施了他们觉得正确的利率政策之后，经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其实他们的行动蓝图，我们要从第2页的表格1开始看起。这是整份报告的核心，所有的数据的摘要，我们逐一来分解。首先你会看到这3组主要的数字：中位数、核心趋势和预测范围。中位数是把所有委员的预测从低到高排列，取最中间的那个值。核心趋势是去掉3个最高和3个最低的预测。让我们来看一下主流的共识是怎么样的。而预测范围则展示了最乐观和最悲观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GDP 的变化。2025年的中位数是 1.6%， 之后几年缓慢增长到 1.8%， 比他们6月份预测的 1.4% 要高，算是一个小小的利好。这表明美联储预见的是缓慢但稳定的增长，地平线上没有衰退的痕迹。对于黄金来说，温和的增长环境不好不坏，既不是繁荣期，也不是危机期。接下来失业率，中位数显示失业率将从2025年的 4.5% 逐步下降到2028年的 4.2%， 这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缓慢走强。对于美联储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巨大的压力，需要通过降息这些刺激政策来拯救就业。现在最关键的部分 PCE 通胀，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2025年的中位数是 3.0%， 2026年降至 2.6%， 最终在2027和2028年达到 2.1% 和 2.0%。 这个故事线非常清晰，美联储相信通胀最终会回到 2% 的目标，但是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顽固的通胀是他们之前一直维持高利率的原因。最后万众瞩目的数据来了，备忘录预期的适当政策路径，也就是联邦基金利率。朋友们，关键就在这里。2025年底的中位数是 3.6%， 2026年是 3.4%， 2027年和2028年都是 3.1%。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联储预计在未来几年会降息，和6月份预测相比，9月份的利率预测整体下移了。这是一个鸽派的信号，意味着美联储更倾向于降息。对于黄金白银的投资者来说，这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更低的利率会使黄金和白银这种不升息的资产变得更具吸引力。翻到第3页的图表1，这些图表只是将我们刚刚在表格中看到的中位数数据可视化了。蓝线是真实的历史数据，红线和方框是预测值。你可以直观地看到 GDP 稳定增长，失业率缓慢下降，以
以及最重要的 PCE 通胀和核心 PCE 通胀都在缓慢但坚定地向 2% 的目标回落。这些图表再次确认了软着陆的这个事实，也就是在不引发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控制通胀。第4页图表2，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点阵图。图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一位美联储成员对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应该在什么水平的一个预测。看2025年，大部分的点都集中在 3.5% 到 4% 之间。请注意，这些点在2026年、2027年和2028年是如何逐步下移的。这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利率下行的路径。再看最右边的长期预测，大部分的点都集中在 2.5% 到 3% 之间，这是他们估计的中性利率，也就是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的利率水平。点阵图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是非常明确的，降息即将来临，唯一的问题是节奏。对于交易者来说，这强化了黄金和白银的长期看涨的前景。接下来从第5页到第9页是更深入的展示这些预测的分布情况。首先来看第5页的图表 3A， 这是 GDP 增长的预测分布。这些柱状图，实心柱是9月份的新的预测，虚线框是6月份的。我们可以看到，对于2025年预测的集群整体向右移了一点，证实了我们刚才在表格中看到的略微强劲的增长前景。在这里分歧不大，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经济会温和增长。第6页图表 3B， 我们看到失业率预测的分布，预测的集群非常集中，表明委员会对于失业率将缓慢下降有很强的共识。没有太多人预计失业率会大幅飙升，这再次强化了软着陆的观点。第7页的图表 3C PCE 通胀和第8页的图表 3D 核心 PCE 通胀向我们展示了通胀预期的分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在2025和2026年，尽管中位数在下降，但仍有一些委员认为通胀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然而到了2027年到2028年，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通胀将回到 2% 的目标附近。这告诉我们，他们有信心赢得对抗通胀的战斗，但这场战斗需要更长一些时间的存在。接下来第9页图表 3E 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分布，这个至关重要，它显示出委员对于利率路径的分歧程度。在2025年和2026年，柱状图分布的比较散，表明对于降息的确切节奏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整体集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左移动的大趋势是非常清晰的。与6月份相比，整个预测集群都略微下移了，这再次显示了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鸽派的转变。第10、11和12页非常有趣，它们揭示了预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看第10页的图表 4A GDP 增长，上面的图是扇形图，红线是中位预测，而蓝色的阴影区域是基于历史预测误差计算出来的 70% 的置信区间。简单来说，这个扇形区域展示的是过去20年预测者们，包括美联储自己，通常会错得有多离谱。这是一种自谦的提醒。再看下面的2个小图，左边是关于不确定性的评估，委员们认为当前预测的不确定性是比过去20年更高、更低还是差不多，结果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更高。右边的关于风险的评估，他们认为实际结果高于预测还是低于预测的风险更大。对于 GDP 风险是偏向下行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比他们预测的要差的可能性会更大。同样，第11页失业率和第12页的通胀，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委员们普遍认为不确定性非常高，并且失业率和通胀的风险都偏向上行，也就是实际结果比他们预测的要高的可能性更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虽然美联储给出官方的剧本
是软着陆，但委员们自己心里也承认，现实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风险都指向了更坏的结果，也就是经济增长可能更慢，而通胀和失业率可能更高。对于有经验的交易者来说，这是弦外之音，他们希望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已经意识到了下行风险的存在。第13页和第14页是扩散指数图，这为我们提供的历史视角。简单来说，指数正一意味着所有人都认为不确定性风险偏高，负一意味着所有人都认为偏低，零是平衡。在13页图表 4D， 我们可以看到不确定性指数。你可以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的指数飙升，目前的水平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证实了他们认为不确定性很高的判断。在第14页图表 4E， 我们看到了风险权重指数。看最上面的 GDP 图，指数大部分时间是在0以下的，说明委员会总是更担心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再看第3个通胀图，指数在近期非常高，但现在开始有所回落，这表明通胀上行的风险担忧正在缓解。第15页图表5，这是联邦基金利率的扇形图，它将利率的中位数预测和历史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这里的关键信息是这个不确定性区间有多么的宽。它表明尽管美联储的中位数路径是降息，但实际结果可能会有天壤之别。这提醒我们在交易中必须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第16页表格2，标题是历史平均预测误差范围。这张表格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经济预测到底有多不靠谱。举个例子，对于2025年的实际 GDP， 历史误差是正负 1.4%， 这意味着他们如果预测 1.6% 的增长，那么有 70% 的概率真实结果会在 0.2% 到 3% 之间，这是一个巨大的范围。再看一下短期利率，误差范围更大，这再次强化了扇形图的信息，要有计划，但更要为意外做好准备。最后我们看第17页，预测不确定性，这基本上是美联储官方的免责声明和详细的解释。这里的文字总结了我们刚刚在图表中看到的一切。美联储承认预测是困难的，他们的模型并不完美，未来会发生无法预料的事件，因此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是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那一个中位数的预测。我们已经把这份重要的报告从头到尾分析了一遍。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解读对你有所帮助，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在下方分享你的看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